这表面上是中国打鬼子的英雄，实际上是名贪生怕死的鬼子。因他偷偷换上我军的军装，被村里的一个村妇凤莲带回家救治。村民们当作是抗日英雄一样悉心照顾和敬佩。做贼心虚的他只好装作哑巴来享受着村民的热情。晚上，全村村民给石桥举办了一场热闹庆祝宴。经过村民的一番观察后，一些村民从石桥的舞姿和动作发现他是日本鬼子。最终，封建思想的村长认定石桥是因为杀鬼子杀多了，肯定被鬼附身罢了。几天后，凤莲的猎人丈夫山望回到了家里，久别重逢后的夫妻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从鬼子那里逃生出来的山望，从村民们的聊天中得知家里有个抗日英雄，回家一看，惊讶地发现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当初刺杀他的那个日本鬼子。山望愤怒地拿着旁边的酒壶砸向认出山望而惊慌的石桥的头部，在众人的阻止下，才没有打死石桥。被捆绑在树干的石桥清醒后，面对村民的询问，石桥害怕地用日语回答，他叫石桥贤太郎，是日本的美术老师，是无意伤害到山望的，并诚恳地感谢村民们救了他。由于语言不通，村民们都听不懂石桥的话，山望愤怒地要将石桥杀死，但善良的村民们都下不了狠手。山望气愤道：觉得他没干啥坏事是吧？值得他宰杀我们的人吗？啊！我们被抓过去，放树上面，一刀一个，一刀一个，咱们眨过眼吗？但村民们以身相护着石桥，不让山望伤到石桥一根毫毛。最终在村长的劝阻和村民拉走山望，才结束这个探讨会。第二天，一见捆绑石桥的绳子断了的村民们纷纷议论着。闻声赶来的村长告知石桥是他放的，因为村长相信石桥的人品，不会做没有良心的白眼狼。石桥逃跑回了大本营。石桥看着熟悉的这个长官，就高兴地说：武田君，我是石桥。鬼子长官武田惊讶地看着第8连队的石桥还活着，立马生气地给了石桥一巴掌，并训责他。武田认为石桥就是日本的耻辱，是个连自尽的勇气都没有的贪生怕死的懦夫。从此军营里的所有的鬼子们都知石桥是个逃兵后，就让他多干脏活累活，还处处捉弄和刁难他。而石桥默默地忍受着，但他一有空就思念着故国的妻儿。元旦前被委派去给慰安妇发放慰问袋的石桥，在营里震惊地发现，此时此刻应该远在故国的英子竟然出现在眼前。看着麻木的英子，石桥心痛地轻声呼唤妻子的名字。英子惊呆地看着眼前流泪的丈夫，又哭又笑着抚摸着石桥憔悴的脸，倒在石桥的怀里，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了。石桥安慰好英子，就跪在武田面前，恳求只要把英子送回故国，他什么都可以干，但被武田毫不留情地拒绝了。等石桥回到英子的居处后，发现英子化好妆容，穿着最美的樱花和服躺在床上割脉自尽了，并留书告知石桥：中国に行けばあなたに会えると済まされてこの国に来てしまいました。人之最痛苦莫过于心痛，人之最绝望莫过于心死。也许这对英子而言，她无法面对自己狼狈不堪地站在自己最爱的人面前，只能用死亡结束这种压抑难受又难以舒缓的心痛。看完英子遗言后，懦弱无能的石桥在英子的居处里伤心欲绝地拍打着，发泄着，反问着自己为何活着。来到新兵训练场的石桥拿起刺刀，狠狠地对着稻草人不断地刺进去，以发泄着心中的心痛和不甘。后来日军对长河川地区进行长达21天的扫荡，杀害百姓245人，烧毁房屋2800余间，抢走全部粮食，并奸淫无数妇女。石桥曾住过的村庄也难逃出鬼子的魔掌。凤莲和其他村中妇女都被捆绑并押回鬼子的慰安妇营里。当晚在附近喝酒，石桥听见了救命恩人的哭喊声，立马赶去救助时，被身强气壮的鬼子辱骂并打昏过去。等石桥清醒后，连忙拿着刺刀赶去慰安妇营里，打晕了欺辱凤莲的一个鬼子，就抱着凤莲说会带她离开这里。可一切都晚了，因为凤莲在这天就失去了所有。一心求死的凤莲一边偷偷的双手抓住刀子往喉咙上刺，一边求石桥杀了她。但善良的石桥不忍心下手，最终刺刀就在凤莲的用力下刺进了她的喉咙里。石桥呆呆地看着凤莲在她面前自杀。经历了爱人和恩人的痛苦离去后，这个善良又懦弱的男人为了给他们报仇雪恨，流着血泪，第一次用作画的手举起了杀人的刀，凭
凭着心中的恨意，一股劲地杀光了慰安妇营里所有的鬼子，就连平日里对石桥大声斥责的武田都害怕地后退好几步。最后被刺伤的武田大喊石桥名字，才让石桥清醒过来。石桥看着惊慌的鬼子和刀刃上那鲜红的血迹，惊慌地逃跑了，逃出了鬼子军营，逃到高高的山峰上，反思着，幻想着。影片只揭露了鬼子犯下滔天罪行的冰山一角，他们还犯下了难以让人宽恕的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人体试验等等。最后希望大家都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强我中华，砥砺前行。